这个新娘拿出一根绳子，在花轿中上吊，然后双脚悬空露到外面，吊死在了送亲路上。远处的山坡上，5个少女目睹了一切，真心替新娘高兴。她们还决定向新娘学习，穿上红心绒的新衣裳，大家一起上吊自杀。这是旧时代的农村，女子结婚后活得特别苦，很多人宁愿出嫁前自杀。5人商量自杀地点，村前的大樟树太近，没系好绳子就会惊动别人；村后的小树林太远，等尸体发臭了也没人发现。最后他们选了河边一座旧屋，正好房顶5根横梁，1人1根，不用挤。小五自告奋勇，他会搓麻绳，可以搓一根特别长的绳子，几个人一起用。老二有些迟疑，过几天庙会他要办观音，这已经答应了的事儿不好不做。他们决定自杀先缓一缓。最着急的是老大，他有个恶心的后妈，天天打骂不给吃饭，还把他许给了一个废老鬼。相亲那天，老大还在河边洗衣服，屋内的废老鬼大声咳嗽，都快把肺咳出来了，可后妈还是直接答应。爹和弟弟在一旁也不敢拒绝。事后后妈还假惺惺掉泪，我看你比我命好，我刚嫁不到1年，前头那位就死了，我看你这个怎么也能活3、4年。老大直掉眼泪，可从小被打怕了，也不敢拒绝。深夜，老大躲在院子里吃稀饭，弟弟给了他一个包子。姐，给你，我知道我娘偏心眼儿，你总吃不饱。老大带着怨气，我能吃饱。可这却被后妈知道了，跑过来破口大骂，弟弟不敢管，嘟嘟囔囔走了。老大静静受着，满心盼望着赶快自杀。没多久，老二办了观音娘娘，在庙会上替村子赢了第1，得到了5个大洋的赏钱。他求阿爸给自己扯红心布，可阿爸却说明天是你奶奶70大寿，这钱给他做寿。老二高兴地走了，一旁的乡亲们都夸他又好看又孝顺，可阿爸却感叹还不是一个赔钱货。老二回家把做寿的好消息告诉奶奶，奶奶笑得满脸褶子，还期待地说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出席的时候能上桌。老二直接应承，阿爸一定会答应的。奶奶早早穿上漂亮的衣服，静静等待着。老人家孤零零站着，男人们却热热闹闹坐席吃饭。这是老人家的70大寿，可儿子却不许他上桌。儿子最开始还是暗示您赶快去吃饭吧，饭在灶台上，和席上一样。老奶奶穿着做寿的新衣，笑脸一下垮了，坚持说我想做一回席。热闹的人群一下安静，儿子很丢脸，只能明着说妇道人家怎么能上席。奶奶静静站了一会儿，可席上没人搭理他。一个邻居小男孩要坐席，阿爸亲热地抱起他，热热闹闹开席吃饭。狭长的过道里，奶奶瘦小的身影佝偻着，一点点远去。孙女看着红了眼眶。卧房里，奶奶不吃不喝，自从她出嫁以来，就再也没能上桌吃饭，就连70大寿也不行。孙女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，奶奶流着眼泪说，我真是后悔活这么长干什么。孙女抱着奶奶也流下了眼泪。是啊，这个时代女子活得越长，受的苦越多，而这让孙女坚定了自杀的念头。几天以前，她和4个小姐妹早已约好要一起上吊脱离苦海。这天，自杀姐妹中的老3去镇上看自己亲姐姐，姐姐难产了，可婆婆却舍不得请大夫，拿着公鸡四处驱邪。等姐姐疼得大叫，接生婆姗姗来迟，看着满地的鲜血，只能躲着孕妇询问保大还是保小。婆婆带着哭腔，可还是狠心地说，大人身子不成了，保小毕竟是个男胎。老3扑上来，哭着求她救救姐姐，可婆婆只能和她一起抱头痛哭。然后一头牛被牵了过来，姐姐被架在牛背上，绕着院子一圈一圈走，鲜血一股一股流在地上。终于一声婴儿啼哭，孩子顺利出生，可姐姐也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喃喃地告诉妹妹，她家3代单传，3代单传。妹妹哭得不能自已，回家发烧一整天。可等她醒来，妈妈不是替姐姐做主，而是要她给姐夫续弦，去照顾刚出生的孩子。老3哭着拒绝，可妈妈抱着她，也只能哭着说，这就是女人的命。老3的生活没了盼头，等着自杀日的到来，而老4的生活也陷入绝望。这天，老4一回家就听见大哥又在打大嫂，他赶紧大叫阻止，可嫂嫂早已鼻青脸肿。大哥毫不愧疚，背起木箱出门做工了。嫂嫂也出了门，说要去割猪草，可老4一看猪圈明明还有1筐猪草，赶紧追了出去。没想到嫂嫂钻了草丛，幽会男人，老4吓跑了，却遇到自己的情郎，情郎也在苦恼。没几天，老4就要嫁给泥瓦匠了。他一把扑向老4，嫁了人你也是我的。老4突然之间就能理解嫂嫂的大胆了，可他没想到大哥撞破了嫂嫂的丑事，扒光她的衣服，拽着她游街示众，快来看呀，这个偷汉子的就是我老婆。边说还边打，打得嫂嫂满头是血。老4冲上去护着嫂嫂，大哥别打了，可大哥连他一起打。情郎看见了，没敢上前阻止。
事后老四在哭，情郎终于来了，可他却在指责老四，你就不该管。老四哭着说，可她是我嫂嫂啊。情郎却嫌弃地说，偷人的破鞋就该打。老四突然愣住了，那和你私会的我又算什么呢？他万念俱灰，扔掉了情郎给的玉镯。5个少女一起上吊自杀，她们穿着红色的新衣裳，脸上带着笑，依次蹬掉了脚下的砖。随即一声巨响，破旧的房子承受不住重量，轰然倒塌，将5个少女活活掩埋。可真正杀死她们的，却是这个令女子生不如死的旧时代。就在昨晚，他们最后一次去找神婆打探女子死后的情况。神婆一阵抽搐，之前自杀的新娘就上了她的身。少女们仔细的询问，神婆咿咿呀呀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天堂。被逼嫁废老鬼的老大问那里能不能自由嫁娶，神婆就说想嫁就嫁，不嫁也行。老二家女子不能上桌吃饭，就问天堂有没有这规矩。神婆告诉他，天堂当然没有。老三的哥哥天天打老婆，他想知道天堂还如此吗？神婆摇了摇头，天堂是不许打女人的。老四姐姐难产，婆家保小，她最关心天堂孕妇生产。神婆言之凿凿，那里的女人生产顺顺当当。老五年纪最小，爱看戏，他只关心天堂能不能看戏呀。神婆用力的点头，天堂能天天看戏。5个少女眼睛放光，神婆一声哈欠，又伸了一个大懒腰，舒舒然睁开眼睛。上身的新娘王玲已经走了，女孩们千谢万谢，满意的离开。老五却偷偷返回来，又送了神婆2块蛋糕，再次确认天堂真的能看戏吗？神婆爱怜的看了他一眼，天堂的戏很多很多。老五高兴极了，可神婆意有所指的说，你还小呢，可以先多看2年戏再说，意思是他不必着急死。老五并没有他们想要自杀的秘密被看破的感觉，坚持说我都和他们说好了。神婆不再劝，嘱咐他天黑回家小心点。老五回到家蒙头就要睡觉，妈妈却走了上来，絮絮叨叨让他喝碗粥。老五想着明天就要上吊，不喝粥，要和妈妈多说一会儿话。远处却传来哀伤的歌声，他问妈妈这是什么，妈妈就告诉他这是嫁丧，出嫁女在哭泣，还让他也学学。2人静静听着，都染上了身为女子的哀愁。妈妈又去给爸爸端粥，又替他倒了洗脚水。爸爸却说起女儿，她也不小了，准备嫁人吧，我们再过继一个儿子，总不能断了香火。妈妈满脸羞愧，根本无力拒绝。隔壁的老五听见了，气得大叫一声。第2天，老五准备好了出门，看见妈妈在给鸡剁菜，他走上去告别。你给我看戏的钱，我放在瓦罐下面了。妈妈直打趣他，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乖？老五笑笑不说话。妈妈转头继续忙起来。走出家门，他又看见阿爸正在水边辛苦干活。老五就说，要我帮手吗？阿爸却挥了挥手，不用，你去玩吧。河边的小屋里，其他4个少女都等急了。老五终于姗姗来迟，他们掏出长长的麻绳，依次在房顶的横梁打上结，然后站上去，依次蹬掉脚下的砖。旧房子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，轰然倒塌。不知这5个美丽的少女有没有抵达美好的天堂？活在旧时代的他们并不知道，女子不挨打，女子自由嫁娶，女子生产顺利，女子和男子一样，这样的好日子不在天堂，就在未来呀。